大家好，为什么饭店里做的那个紫菜蛋花汤那么好喝呢？原来是有窍门的，很多人第一步就搞错了。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些干紫菜，用手撕的小一些，撕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。紫菜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它的价格还很便宜，但其中含有的碘元素、钾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，尤其是孩子们平时多吃一点，好处多多。用它来做汤喝，好喝又营养。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紫菜泡一下。这要注意，紫菜千万不要直接放到锅里面去煮，那样就会破坏紫菜里边的营养，也减少了香味。正确的方法就是将紫菜泡开就可以了。紫菜泡好之后，用漏勺捞出来，放入大一点的碗中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先给它切成片。再改刀切成条，最后切成小碎丁，这样切西红柿好看又漂亮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再准备一把小葱，切成葱花。紫菜蛋花汤做出来香不香？这个小葱也是非常的关键，小葱多放一些，葱香味浓郁。切好之后和西红柿丁放在一起。爱吃香菜的再切一点香菜，香菜这里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适当的添加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的鸡精，1勺胡椒粉，1勺生抽。喜欢吃虾皮的再放入一点虾皮，再来一点芝麻香油。这些食材准备好之后，先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碗中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，这里一定要搅得细腻一些，使蛋白和蛋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这样做出的蛋花才会特别的蓬松。下面根据家的人口数准备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，将搅散的鸡蛋液倒进来，要转着圈来倒，这样做出的蛋花会更加漂亮。这个时候关火，这是蛋花鲜嫩的关键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发小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蛋花成型之后，连水带汤倒入大碗里。做紫菜蛋花汤，紫菜不需要下锅去煮，我们把鸡蛋汤做好之后，像这样趁热浇在紫菜中，利用余温就可以把紫菜汤熟了，并且也不会破坏它的香味。像这样好喝的紫菜蛋花汤就做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这样做出的蛋花汤香香美味，孩子超爱喝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秋冬季节的萝卜又新鲜又好吃，今天就用萝卜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，全程不加一滴水，少油少盐，营养又美味，大人孩子都爱吃。一起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绿萝卜，先用削皮刀把萝卜的外皮削下来，萝卜皮有点硬，非常的影响口感。萝卜去皮之后放在案板上，将头尾切掉，再切成薄片。最后改刀切成细丝，家里有擦丝器的也可以用擦丝器擦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碗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放一旁先腌上15分钟，腌过的萝卜丝会变得特别柔软，还可以去除萝卜的辛辣味。萝卜丝像这样就是腌好了，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然后将萝卜丝给它抓一抓，挤一挤里边的水分，再将萝卜丝放在案板上切碎，不需要切得太碎，稍微的切几刀就可以。切好的萝卜丝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
先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碱，加入食用碱做出的萝卜糕会特别的翠绿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之后，往里面加入1勺玉米淀粉，再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，边倒边搅拌，面粉不要一次性倒完，要像这样慢慢的添加。面粉的用量像这样能使萝卜丝可以抓成团，不散开就可以了。然后下手揉成面团，揉成像这样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。再用手抓起一坨，然后给它团成圆形，再按扁。像这样一个萝卜糕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之后，给它放到蒸笼里，中间留点空隙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现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接下来水开上锅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接下来调个料汁，准备1把小葱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再准备几瓣大蒜，拍扁后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和葱花放在一起，再往里面加入1勺白芝麻，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入1勺辣椒面。用刚烧开的热油浇一下，激发出所有食材的香味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、1勺生抽、1勺蚝油调味，少许老抽上色，半勺陈醋。最后滴入少许的小磨香油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萝卜糕已经蒸好了，不需要焖锅。打开盖子看一下，满屋都是萝卜的清香味儿，看着就食欲满满。给它取出来，放入盘子里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样做出的萝卜糕里面非常的柔软，咬上一口，满满的都是清香的萝卜味儿，口感劲道又柔软，一点都不油腻。再蘸上我们调的料汁，一口下去真的是特别的香，营养又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